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一眨眼就到了天幕开启的日子，薰儿告诉萧炎，天幕中埋葬了无数远古强者，他们的灵魂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消失，但由于天幕的神奇，他们生前的能量都化为了他们以前的模样。这些能量体不仅都拥有极强的攻击力，还懂得生前的斗技。若是遇见太过强大的能量体，最好还是尽量避开。据说一些生前实力超强的强者，能量体也拥有着一些智慧。这些由死人转换而来的生物，让萧炎顿时对天幕有些好奇。薰儿告诉他，天幕分为3层，第一层大多是3星以下无意识游荡的斗尊，第2层便是3星以上8星以下比较棘手的斗尊，第3层则是真正的斗尊巅峰，甚至还有生前达到了斗圣的超级强者。所以若非有十足的把握，很少会有人闯进第3层。至于萧玄的幕府，则在第3层最内部的范围。萧炎眉头微微一皱，看来这又是一件不轻松的活。等到达目的地后，萧炎在薰儿的介绍下认识了这次要进入天幕的其他远古8族的人。薰儿介绍的话音刚落，虚无空间猛地发出一道惊天巨响，一道足有1000丈庞大的空间裂缝出现在天空上，裂缝中央一团银色光芒化为一扇100丈大的空间大门。薰儿让萧炎和他一起进去，分开进入的话会被随机传送开。萧炎对天幕极其陌生，有薰儿作伴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他进去之前跟小医仙等人说，这次需要的时间恐怕会比较久，若是有事的话，小医仙他们可以先回星陨阁。随后萧炎便和薰儿一起进入那座古老的巨门之中。一进入天幕，萧炎就惊讶地发现这里的能量竟然比古界都要强。天幕很大，又因为能量威压的缘故，并不能飞行太久。按照薰儿的预料，他们赶去第2层需要4个月左右。而在抵达第2层入口时，萧炎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能达到6星斗尊。看萧炎一脸不敢置信，薰儿缓缓抬起玉手，对着右边的雾气猛地一握，雾气尽数消散，一道虚幻的身影若隐若现地出现在萧炎视野中。萧炎一愣，以他的灵魂力量，居然丝毫没有察觉到这个能量体的靠近。薰儿告诉他，这些能量体能借助雾气隐匿。随后他的玉指一弹，能量体噗的一声爆开，化为精纯的能量核。一般天幕中的能量核分为9级，薰儿手中的是不算太好的第2级。等级高的能量核都在第1层深处或是更下面。萧炎在试用过能量核之后，一脸的惊叹，能量核吸收起来比丹药还要顺利，难怪古族和魂族这种超级势力都如此看重天幕。他的耳边响起薰儿悦耳的笑声，萧炎哥哥，看看这3年时间，我们谁得到的能量核会更多一些吧。这之后的2个月，萧炎和薰儿就开始一边寻找能量核，一边提升实力。可惜的是，这些能量核效果还是弱了点。萧炎有些心急地问薰儿，距离第2层还有多远？听到薰儿说还有1个多月的路程后，萧炎迫不及待地再次动身。天幕中第1层最为辽阔，下面2层面积相对要小上很多，但危险程度直线上升。等萧炎2人来到第2层入口时，他已经处于5星斗尊的巅峰，随时都可能会突破到6星。在薰儿的建议下，萧炎决定先突破到6星，再进入第2层。萧炎进入修炼状态没多久，在一旁为他护法的薰儿陡然睁开双眼，既然来了，何必再躲躲藏藏？魂族的人现在已经不堪到了这种地步吗？2道黑影踏空而来，落在距离薰儿不远的地方。领头的人正是魂族的魂牙。早在1个月前，魂牙就察觉到了他们2人的踪迹。今日总算等来了动手的好时机。薰儿冷笑一声，让他有胆来试试。魂牙身边的魂力和他一样，也是8星斗尊。在一掌震退魂力后，薰儿冰冷地说着：“我看你们2人是不想活着离开古界了。”魂牙阴笑一声，随后看向萧炎。经过这几次交手，他知道即便是他们俩联手，也不可能重伤薰儿，所以魂牙下令让魂力去杀了萧炎，自己来拦住薰儿。他的话让薰儿脸色一变，飞快地朝着萧炎所在的地方而去，但却被魂牙突然间爆发的凶猛攻势拦住。薰儿警告魂牙赶上萧炎，天幕便是他的葬身之处。说罢，薰儿袖袍一抖，一道金色长矛对着魂力射去。
魂力并没有顾及身后的攻击，举起拳头朝着萧炎的脑袋而去。见到这一幕，薰儿脸颊苍白，眼眸深处涌现一抹疯狂。与此同时，盘坐在巨石上的萧炎猛地睁开双眼，右掌对着近在咫尺的魂力拍去。大天造化掌一出，魂力眼中涌现一抹骇然，随后一道道灵魂自爆，拦住了大天造化掌光圈的扩散。半空中的薰儿见魂力身体倒飞，心中杀意大盛，一道金色长矛直射他的脑袋。魂力正是力竭之时，根本避无可避。关键时刻，魂牙出手将魂力撞开，长矛只刺中了他的手臂。魂牙将魂力的手臂砍断后，一把抓起魂力，一边放狠话，一边准备跑。薰儿本想追上去，但却被无数自爆的灵魂拦住了一下。见魂牙两人已经跑进了通往第二层的能量光幕，薰儿只能作罢。萧炎将差点受反噬的身体调息好后，就和薰儿进入了能量光幕，前往第二层。他们两人一进入第二层，就遭受到了能量体的攻击。这些能量体是魂牙他们故意引来的，好在他们的实力并不强，10分钟不到就结束了战斗。薰儿看向东方的天际，魂牙他们应该是朝那边去了。据他所知，第3层的入口所在地就在东面。萧炎决定跟上去，这2个人不能留。好在第2层范围比较小，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能抵达第3层的入口。薰儿一掌将四周的灵魂体震碎。在追击魂牙的这一段时间中，这些威力不强但动不动就自爆的灵魂体让他们烦不胜烦。萧炎从这些灵魂体的痕迹中能察觉到魂力的伤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而在逐渐接近第3层入口的时候，萧炎感应到了9星斗尊能量体的存在。他们进入天幕也有半年的时间了，这还是第一次碰到9级的能量核。萧炎望着远方，打算先让魂牙他们跑一跑，而后便和薰儿隐匿住气息，去往9星能量体的领域。这个9星能量体虽然实力强大，但很快就败在萧炎和薰儿的联手下。能量体被吞噬前，萧炎受到重击，面色一白，倒飞而出。萧炎倒飞之时，地面上的泥土突然炸裂，2道漆黑的身影瞬间出现在他身旁，阴寒的劲风拍上他的胸膛。这2人就是魂牙和魂力。魂牙猥琐一笑，让萧炎在追杀人的时候不要因为其他的事情分心，否则猎人和猎物很容易就会转换。受到魂牙2人的攻击，萧炎脸色煞白，但他的脸上却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。他还以为魂牙2人真要躲一辈子呢。说罢，萧炎的身影在魂牙2人惊愕的目光中爆裂为虚无。发现中击后，魂牙他们脸色一变，就准备逃。但既然来了，萧炎和薰儿怎么会让他们那么简单就离开？魂牙见跑不掉，决定他来拦住薰儿，萧炎则交给魂力。魂力身为8星斗尊，又来自魂族，自认萧炎绝对不会是他的对手。即便萧炎当初战胜了古妖，如今他又断了一条手臂，也依旧自信满满。见萧炎随手毁掉铺天盖地的漆黑锁链，魂力双手结印，属于魂族的族纹出现在他额头。伴随着符文出现，魂力的气息猛然暴涨，无数灵魂凝聚而成的手臂也从他的袖中钻出。魂力一脸的狰狞，他要让萧炎试试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。随后他的身形便诡异消失。萧炎深吸一口气，将天火3玄变施展到极致的时候，他的眉心处突然有些痒。萧炎并未在意，但魂力却是一脸的错愕。他隐隐看到萧炎眉心处属于萧族的族纹若隐若现，但萧族的血脉之力已经彻底废弃。他宁愿相信自己是看错了，也不相信萧族还有人拥有族纹这种东西。薰儿的实力太强了，魂牙已经快撑不住，所以魂力也不敢再拖延时间。望着朝自己而来的魂力，萧炎放出达到极限紫色的天妖魁。这具天妖魁经过虚空雷池的强化，已经能够和6星斗尊媲美。再经过阵法吸收10具达到斗尊层次天妖魁的能量，实力瞬间超过萧炎。天妖魁和魂力陷入激战，而魂牙也已经被薰儿完全压制。萧炎眼中闪过一抹冷笑，魂牙2人简直就像阴沟里的老鼠，只会躲躲藏藏。好不容易正面对上，若是可能的话，今天在这里就要把他们2人给宰了。这场战斗，萧炎和薰儿占据了绝对的上风，但在一掌打伤魂牙后，薰儿脸色一变，急忙抬头。此时的天边尽头，一道连接天地的绚丽线条正飞速蔓延。薰儿眼瞳一缩，对着萧炎喊着：“萧炎哥哥，快走！”
萧炎毫不犹豫地收回天妖魁，在魂牙两人惊愕的目光中直奔第3层入口。魂牙偏过头，嘴角一抖，见席卷而来的是天幕的能量大风暴，便和魂力如同丧家之犬狂奔了起来。跟萧炎交手，他们还有一丝活路，但若是被卷进风暴，那就是彻彻底底的死路。天幕的能量风暴，即便是斗尊巅峰的强者被卷入，也只有死路一条，而且整个第2层都在能量风暴的范围中。萧炎他们只有进入第3层才能避开风暴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